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逆转时空的第一个时空魂师千仞雪究竟该不该抽？首先给大家科普几个关于时空魂师的问题。接下来出的新魂师全部都会属于时空魂师，所以只能用含心铁晶来抽。无氪玩家每期只能用魂晶买30个，再加上战令送的7个和商店换的5个，一共就是42个。抽卡40次保底一个传说魂师，无氪玩家如果歪了，那么本期基本就彻底没戏了。不过也不必太担心，每期时空魂师剧情中送的碎片都是够你合成一只时空魂师出来的。之后只要每周都到神石商店这里花1200魂晶来买20个碎片，慢慢都可以升到满的。说句比较讽刺的，对于无氪玩家来说，时空魂师每3周就可以拿到一只，这说不定会比你在心愿池里抽其他非核心魂师还要快。以后不管时空魂师出了多少只，每一个都可以在商店里买20个，它不会像3换一样，限制每周最多只能买60个碎片。只要你有魂晶，即使以后出了10个时空魂师，你想每个都买20个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看一看千仞雪的技能。由于10星就会开完魂师的所有技能，所以我就以10星或者说5红的技能为主去讲解。千仞雪就是个纯粹的输出型角色，自身有很多增伤和输出技能。进入真身状态后的普攻会攻击一列，并且给自身1层伤害强化，使自身的最终伤害提高 40%。魂技也会攻击一列，并对目标施加2层伤害加深，如果是在真身状态下，还会添加3层伤害加深。伤害加深会使目标受到的最终伤害提高 40%。由于这2个最终伤害提升是分别加在千仞雪和敌方身上的，所以不会有稀释的问题。4星的千仞雪会提升自身魂技伤害 60%， 逆转时空的数值是真的很敢给的也很多。所以千仞雪的魂技输出是非常高的，在战后的伤害统计里，你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遥遥领先的伤害。但这里还是要提一提，橙色魂师一般都要4星才能出场，一些没有4星的橙色魂师，用起来可能还没有4星的紫色魂师好用。1红后的千仞雪，开场就会有100点武魂值，可以进场就直接开武魂真身，这也是时空魂师的特色，以后的时空魂师都可以做到这点，当然前提是你要先升到1红。进入武魂真身状态后的千仞雪，会在我方释放魂技后，立刻释放一次无消耗无冷却的魂技，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也就是说，他天生就能比其他魂师多放1次魂技，而且还不需要消耗魂力，这个在战斗中是非常有优势的。不过不要一开始就着急着让千仞雪先去释放魂技，千仞雪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先让队友先释放魂技，然后自己再透过无消耗释放魂技，去先为对面添加伤害加深，之后再等千仞雪普攻，为自己添加伤害强化后，才主动释放魂技输出，这样的流程才能将输出最大化。3红都是开武魂后的效果，对战斗的实际提升并没有很多。千仞雪首次进入武魂真身后，会获得 30% 生命上限的护盾，并永久提升自己的抗性和减伤各 30%。5红的千仞雪会在释放追加魂技前，净化自身3个异常状态，并使自身获得 20% 生命上限的护盾。5红千仞雪主要是加强了千仞雪的生存能力，由于追加魂技是每回合都能发动的，这就相等于是给了千仞雪每回合1个护盾和净化异常状态的能力。护盾的用处就不必再说了，净化异常状态的能力也非常好用，而且一次就能清掉3个，这让千仞雪有机会清除掉控制，避免自身会因为被控制而无法出手，也可以清除掉中毒或灼烧这种会造成持续伤害的异常状态，让千仞雪可以活得更久一些。又或者是清除掉一些能造成伤害降低的减役，让千仞雪在出手前能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下。时空魂师还会有一个队长技，需要3星才能启动。
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对长技，所以时空魂师最低3星也可以勉强上场，尤其是一些防御型不打输出的魂师更是如此。千仞血会使我方所有魂师的攻击、防御和血量永久提升 14%， 并且我方任意魂师每释放一次魂技，我方所有魂师都会永久提升 5% 伤害增加和减免，最多提升3次。千仞血作为第一个时空魂师，他的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有4星千仞血的队伍，可以轻松越没有千仞血的，这就是第一个时空魂师的实力。当然，千仞血之所以可以这么强，除了他自身输出高，并且可以无消耗多释放一次魂技外，还有一部分的功劳都要归功于这个对长技。不过千仞血有对长技的优势，只能维持到下一个时空魂师出来为止。因为其他时空魂师也会有对长技，而且所有对长技在攻防穴上提升的数值都是一样的，只有后面一个技能会有区别。最后是关于千仞血的抽取建议。千仞血作为第一个时空魂师，他在当前版本的强度绝对是超模的，而且他那无门槛的输出模式也让他可以轻易的加入任何队伍，去做一个主输出或副输出。但抽得早不如抽得适合，虽然现在抽千仞血能增加你的游戏体验，但也因为他出得早，所以他也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时空魂师。这游戏出新魂师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大概21天就会推出一个。考虑到后面可能会有更适合你队伍的时空魂师，所以千仞血也不是每个队伍都要抽的。最适合千仞血的队伍是暴击队，其次是狂暴队。暴击队可以加入千仞血来快速收割，狂暴队可以加入千仞血来压血，然后比比东收割。生存队和异常队有自己的输出体系，所以资源有限的玩家建议存起来等下一个防守型的时空魂师波塞西。至于联机队就比较可怜了，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空魂师可以用，所以建议还是和狂暴联合组队，然后等波塞西吧。最后还是要特别叮嘱一句，台服目前的进度真的是用飞的。陆服在第8天才会出的千仞血，台服在第6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推出来了。是什么原因就连这2天都等不了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陆服可能很快就要关了。陆服是在9月25日上线的，一般合约都是1年，以陆服目前的游玩人数，续约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。一般游戏都会在关服的前1个月就发公告通知，所以陆服是否会关闭，我们在8月尾就会知道了。若陆服真的会关，相信台服也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再氪金，所以台服就只能在这3个月内，尽量把所有能赚钱的东西都先推出来，然后快速的收割。你看他连时空魂师那2天都不能等，你就知道他有多急了。相信千仞血活动结束后，就会马上开暗器活动。如果等暗器活动结束，又继续开下一个时空魂师波塞西，将魂师推出的时间缩短成2周一个，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了。无氪玩家喜欢千仞血的就抽吧，也不用去想太长远的事情了，自己开心就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